有人专门要我这吃我这肚子肉，吃胖了他吃不着这点味儿。一个肚子下来得1-2个小时装一个肚子，因为它凉，你看凉吧，提吧，凉，装再压。最远那一次有个年轻孩，他往美国带不好呀，但是他搁包里背成小块带到美国。兄弟们，我现在是在河南郑州的咸阳市，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个咸阳最大的特色牛肉剁的制作过程。听说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然后挑渣的，看有那熟不熟，生了。这个都是牛肉哈，这全部是自己在咱当地宰的牛。因为咱剁的为啥卖真好了？就是咱全部是新鲜牛肉，他们有那外县的牛肉，咱们根本不用。有那冷冻肉，好多人加我微信说，给你弄点冷冻肉吧，我不要，因为咱养干了有3代人了，都一直吃的鲜肉，不是那种进口肉啊那个。您这一锅煮了多少牛肉啊？有300多斤生肉。你这个锅里面是不是那个老汤呢？有老汤，有这鲜兑那个新汤配着吃的。哇，这个是个腱子肉。对，这个漂亮。你看看这压肚子，这腱子肉啥肉都压到里面。这个腱子肉香啊。对，不像有那腱子肉都要挑出来专门卖了，俺这腱子肉也压到里边。5、6点起来开始煮了。这肉必须煮3个小时，全部的鸭都全部都是牛的后腿肉，没有肋巴馅，没有啥。以前你看老辈子鸭都是碎肉鸭了，咱这都是全部的好肉鸭，不是那碎肉了。要给它全部晾给它掉油提一下。你看天凉的时候都会做多，天热他们都这肚子也可讲究，知不知道？你看热肉也不中，凉也不行。这块肉是最好吃的，这个带筋的这个好吃。它好吃还是腿骨好吃。这个要冷多长时间就能用了？等它温度都可以的时候，再提油，再开始装。太热了也不行，太凉也不行。这个还要补一下。这就是刀扎伤了，有个口，就是口和扎缝一样，就是好装。这就是有时候装肚子那个肚子，一会儿呢200多斤肉，有时候装到这个小肚子里面。那我们一会儿见识200多斤的牛肉啊，全部装到这一个牛肚里面。对，这个不能煮得太熟哈，太熟一装个撑烂了，看不着。这个油都要撕掉哈。对，一会不要去掉了。看咱肉煮出来是白色的，不是像他们的有的肉出来红的，咱肉出来是白色肉、原色肉。像那个发红的，它是不是里面一般正常都是发红的硝是吧？对，发红它都是放有硝了，知不知道？这上面有油都全部去不要油。连我父亲店我干快40年了，有人专门说不吃螃蟹多都专门要我这吃我这肚子肉，因为我肚子鲜，料味下的比较重。吃着了，他吃胖了，他吃不着这料味儿。那现在就是您夫妻2个在做哈？对。小孩没有帮忙啊？孩子都没给家，大的给山西，小的给部队。小的在部队的。小就让他去当兵了。有人说为啥不要孩儿干这多呢？哎呀，年轻人他不愿意干这。我现在是咸阳非遗传承人正往省流正申请是非遗了是往省申请非遗，没有100年历史是申请不上的。这肉凉了，肉提好了，就准备开始掰粒儿。您现在每天正常做多少呢？2、3天就煮一锅肉一锅肉就是200-300斤肉出来的100多斤肚子肉了卖个3、4天卖完了，跟着就继续再煮。这是我们办这个自己组团的地方调料。有点像13香，近似吧，但是肯定比那味道要好太多。这有自己研制出来，你看闻着香吧？闻到香，这时候都闻到香了。这个撒，每个都让吃上料。这个是什么？这个蹄筋儿，牛蹄筋儿牛蹄筋。对这个也是要掺到那个肉里面的。对，掺到肚子里面。人光吃肉也不好吃，配点筋呢更好吃。其实这个好吃。对，配点筋更好吃一点。这个拌肉吧，你看这每块肉都这个撒匀一会儿再浇上汤。料给掺进去，这个大块的还要给它撕开，浇上的汤，浇上汤它料更入味儿。这料嘛，它味儿更入进去嘛，那这肉么块太大了，味儿入不进去。像这个要腌多长时间呢？这不需要腌多长时间，主要是掺匀就可以装了，因为它温度现在已经肉不热了，拌料就可以装了。直接可以装。肉拌完了剩了汤油，从它逼出来不要了，这它料才能入进去。有人说，你看它还加这些汤，它不是加这些汤，料一干的些根本就粘不到一块儿。里面吃了了，外边再给撒一层。上面还要撒一层。就可以装了。下一步，现在要把这个牛筋掺进去。掺点牛筋，吃好吃。肚子都翻过来，这个光呢。我都怀疑你这个能塞得下吗？这么多肉吧？会。
它肚子有松解性，能收缩。你这时候看可到料，但是你切出来的时候它不显料了。有的人来到我这儿吃，我去旁边吃就吃你这种大料味。这装还点那个里边有点不瓷实也可以。你这个牛肉跟牛筋啊是一层一层往里面放的。不是，你装一点牛肉，装一块肉，这样它出来更匀实嘛。不是说一层油这分不成。大哥，像这一个垛子要塞多长时间呢？对，半个小时吧。你看都这可费力啊，但是这不好学，因为这一看它是下力活，原来回来见天还打肉啊、泡肉嘞，可费力。这个肚子太能存了。这个还肚子还不算些不算大，有的比这肚子还要大。最大的一个装了多少肉的呢？200多斤，7、8成熟，它不是全熟。它有撑劲儿，你看原先能大一点，现在也撑劲大，跟那个小猪一样。现在，把上面刮一下没有那些料啊，这全是料水啊。对，这个是干嘛的？这是因为肚子快熟了你压的时候容易把它压烂。怕把它压爆了。对，光肚子它吃不住。您跟他是什么关系啊？我是他哥哥。兄弟两个。那他怎么长得这么黑？你怎么长得这么白啊？他是上班的我是老农民。所以我要叫老黑的，小名叫老黑大名叫胡松。一般说大名他们不知道，一说老黑都知道。好，装齐了。咱们看一下这一盆170、80斤肉全部装完了。我感觉这个里面还能再装一点。这样给你撑起来了，没肉了。这里面我估计还得装个几十斤没有。再装个20、30斤不成问题。原先都是石板压的，这个石板。原先是那个压折了，这个要压多长时间呢？1天。哇，再加一块。这个现在就是要把它压实肉匀，再压得更碎的。哇，这个垛子好大这都压成了。这个好像比今天压的那个大吧？昨天压的，把你打开看看。哇塞，漂亮！这里面全是那个大肉块对，全是肉块大姐，你的刀工可以。干了几10年了，成天练的。练出来了。对，练出来的。这个都要把人家片开了对。现在这个垛子肉是怎么卖的？90一斤。91斤。我看您这边好像还有这个牛肚吧？那这个肚是多少钱呢？都是90。一样的。这个漂亮。像这个垛子肉现在一天大概能卖多少呢？一个垛子150、60斤，能卖一半。能卖一半，要卖个70、80斤。对。兄弟，他这个垛子肉味道怎么样？可以味道杠杠的，有名的很。这边有名的哈。对，有时候我们离这住的离这有10、20公里，我们跑开着车专门来这吃个垛子肉。这个就是荥阳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牛肉垛，这个全部是那种大肉片他家不光有这个牛肉垛还有这个牛肚压出来的垛子这个漂亮，跟花一样，一层一层的。这个2份现在他家都是卖90块钱1斤，我们这一份是60块钱，这2份120。来了一份这个荷兰烩面，他家呢是一个饭店，这个牛肉垛子跟这个牛肚垛子其实就是他家的一道菜。先来一块垛子肉，这个肉被它已经压紧实了，所以吃到嘴里面非常的有筋道，因为它腌制的比较均匀，所以说它每一块肉里面这个五香的味道特别浓。这外面一层就是牛肚。哇，太香了！这个是个下酒的好菜，这个是牛肚，它那个味道和那个垛子肉的味道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吃起来就是更 Q 弹一点。这个牛肚也好吃，我这种感觉不用筷子用手抓是更过瘾。